请讲。孟先生，我是想问一下，贵府出去的叛徒，贵府不负责清理吗？秦老大，兴师问罪来了啊！不敢。榔头打死老太爷，这是给红帮一记耳光。要不是榔头是孟家的旧人呐，我们早就动手了。曾先生，你真会说话，你干脆说他是孟先生的外甥，好不好？榔头的娘现在住在孟家。只听新人笑，那听旧人哭。既然是旧人嘛，诸位尽可以动手。孟家家教不严，是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能接受，诸位不是顾及孟先生的威望，是顾及榔头，后面有日本人撑腰。红帮老太爷说过，谁干掉榔头，谁继位。当时各位可曾问过我们孟家呀？现在上门来了，是不是有一点强人所难呢？是啊，这小子认贼作父啊！最近啊，还躲到日本领事馆了，有宪兵把门啊，动弹不得呀。上海滩100来年还没出过这样的小子。哎，过去有难题，我们找孟先生，不知道这回孟先生帮忙到什么程度啊？那天在法租界刑捕房门口，本来我们是可以干掉他的，要不是孟家莫名其妙开了那辆坦克车来，因为榔头绑架了我们家孟二小姐的孩子，他是活着走进孟家，活着走日本人出去的，强行接走的。孟家也怕日本人。我听明白了。榔头是我亲外甥，他自己走错了路，当了汉奸，又在江湖上闯下这么大的祸。诸位要动手，孟家自然没话讲。可只有一个要求，让他痛快点儿。虐杀是不行的，尸体要送回来。榔头的亲娘是我姐姐，她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绝不能连累我的亲姐姐。要是让我发现你们虐杀了榔头，连累了我的姐姐，孟家是有能力让你们的家人用命来偿还。本来想拿给你看，你都看完了。榔头惹祸了，你高兴吗？瞧你这话问的，他是我外甥，惹了祸，你说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
这事儿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。商量？跟我有什么可商量的吗，孟先生？是把我绑起来，还是把我献出去？你的枪呢？别这么说话，我宁可让别人杀了我，也不要让你受伤害，让你们受伤害。乖，你听我说啊，榔头要是死了，那是对我最大的伤害。你去替他死吧，别说话不算呐。我可以替他去死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他，你丈夫为什么被老孟杀了？你能不能不交给他仇恨这个家，仇恨这个家的每一个人？你毁了你儿子，也毁了你自己。我没想回答。你交给他的都是仇恨，你满脑子都是仇恨。有一天他死在街头，跟别人没关系，跟你有关系，跟你个做娘的有关系，知道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去跟谁说？我后悔把他生下来，我都后悔我自己生下来。我像个活死人一样在这个屋里住着。榔头10几岁就被你们派去杀人，你们叫他用刀用枪，你们叫他干脏活。有一天用不到他了，就让他死在街头，然后就像跑回来指着我的鼻子说是我的责任。我是不是跳特难看？那你教我个动作啊！刚才你那是能的怎么跳的？玩去吧啊！下次要教我啊！老大怎么说？我就知道，问他呀，盲人骑瞎马，一跟头摔沟，摔死算了。那你想个办法。你还想救榔头啊？榔头这次篓子捅大了，就当年爹活着也救不了他了。九公怎么说？九公跟你说的一样。那你好好想想怎么对付他。我在想，榔头现在啊，他靠日本人活着，日本人最恨谁啊？你想替他死吗？你如果同情榔头，你就等着他来。日本人花钱给你买军工厂，你不卖，钱不起作用，子弹一定能起作用。爹说的。爹有没有说过子弹是对付自己的？你懂爹吗？红帮现在群龙无首，你发一句话，他们还是会听的。你如果把网撒出去，榔头活不过明天。不要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。这个家是你的，最后的决定让你做。我只有2件事情要警告你：我要看到榔头死掉，我要看到九公离开。到那天，我带龙娜走，不再麻烦你。老二，把你刚才话再说一遍。榔头不死，
孟家的债永远了结不了。九公不走，你的位置永远坐不住。我要留在这儿，就是你的软肋。我们都清静，离开了，你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我只想做孟家该做的事情。孟家，你要知道孟家该做什么就好了。朝拜，天神朝拜，童真玛利亚，童真玛利亚，报曰，报曰，天主特选为母，天主特选为母，献圣德崇福，圣德崇福，童真玛利亚，童真玛利亚。我献此经，我献此经。不许抽烟。没抽。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老师打人了！不是，叔叔肚子疼。老师，他们刚才在吃什么？傻子，去玩去！你神经病！哎，你别走啊！怎么？你又想拿枪威胁我是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不懂你们这套。哪一套？我下个月就要嫁给你舅舅了，你说你到底是不会哪一套？回去吧，你看你那样。我能再跟你说句话吗？真的就不行吗？你就一点都不喜欢我，非得要嫁给他？假如有一天，上帝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孟文璐？我只能说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订婚的时候，我只有6岁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过来喝杯喜酒吧。
找什么呢？啊，快点，快帮我够够，在那底下有2个袁大头。我够不着，快点！哎呦，来，起来，在哪儿啊？就床根呢。这是你说的2个冤大头吗？这俩扣子我也找了半天了，是我以前那袋衣裳的。要找你自己找吧，我可不找了。你要不帮我找，明儿咱俩都睡大街上。睡大街就睡大街，睡大街还没饭吃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每一样东西都这么贵。真讨厌！小日本眼光可真浅，见什么好的都要抢，抢了北平不说，现在还要打到上海来了。这下可好了，买个馒头跟买块金子一样。啊，你不能真不管啊！这个戒指可不行了，这是我娘给我的，不能当。哦，还有我上次那个黄金香珊瑚的，都找不到了，你还得帮我找找呢。哎，我站了一天腰疼，我找不着。这件衣服上面镶的珍珠都是真的，要不然把它当了吧，还能值几个钱呢。我没那么说，你就是这意思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当小姐了，当了算了。哎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把它当了，买张船票，你跟我一块儿去武汉。我不去。那你总得想个出路吧，不然回宁波。我要是现在回去，我当初干嘛要跑出来啊？这不是上海要打仗了吗？我劝你啊，也别犯倔。上海有什么好的呀？那个孟先生也顾不上你了，你留在这儿还有意义吗？我不知道。或许等他走了，我才会离开吧。那你也要知道他去哪儿啊？比方说他去天津、去四川，你也跟着去了，然后又不见人家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哦，你别问我了，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不能不知道。我就是不知道。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吧，我那事儿我还没想呢。你最好啊，现在就想。你又不是傻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不会娶你的，你就在这儿守着他，那不真成傻子了？我愿意，愿意也不行。你能不能不关我的事儿啊？想想你自己的事儿行不行啊？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？你很聪明，罗老虎怎么没带你去啊？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吧？才不是呢！你是怕到了武汉以后，他不肯娶你，你回又回不来。你心里那些想法我都知道。我不是那么想的。是吗？那他走的时候怎么没带你啊？上海人谁不知道？他的前妻是理查饭店的交际花，长得比你漂亮多了。说不定人家根本没看上你呢。你胡说！你不许这么说我啊！
别哭了，我把戒指给你行了吧？滚蛋，不行。其实，我和你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早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何必当初啊？都轻点！轻点啊！都轻点！这批机器在组装的时候要多上点黄油，太干了。穆学长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太慢了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运，有时候不能太快。哎，上批运到武汉的你们谁去了？我去的，刚跟车回来。那边厂子还好，就是小一些。我们的机床也太少。这次你们去不用再回来了，啊，我另找一批。到了武汉，我有个姓罗的朋友在那儿，你去找他，他会照顾你们安全的。这是信，里面还有些钱，路上用。我现在就是希望日本人晚点动手，我们可以准备的充足一些。孟先生，您先回去吧。听说你都当新郎了。哼，我这个新郎啊，是用来换机床的。快点，赶紧的！哎，好嘞。认得是哪儿吗？好像是孟家的军工厂吧？没错，我派了人，天天在那儿昼夜监视。最近他们比较热闹。这什么都看不清楚。这些军车都是第9集团军的张纪中将军的手下，负责警戒的部队是第9集团军的精锐，这些的教导团，我们不敢靠太近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正在调查，现在等不及了。日本海军省一直要求我采取行动。那就采取吧。我们保护你是有条件的。你人也有，枪也有，你找我干什么？这儿是上海，各国的洋人都在。你让我用日本武力跟孟家冲突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。这件事情只有你办。你是孟家的外甥。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那我交我分家产，让他交出军火厂的地基，交出所有的军火库存，这就是你的家产。那他要是不交呢？这次没有机会了。给你50个人，够用吗？太多了。多吗？你能够召集起来的手下有多少？大概100多人吧。那是过去。现在你干掉红帮的老大爷，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你？我对中国人的忠诚完全不能信任。你几条绝对忠诚的人手。人手还不够的话，我从海军那给你调。不用。孟家常用的保镖20多个，孟先生不会自己舞刀弄枪。二姨，女流之辈，舅公嘛，就是老朽一个。就是这个女流之辈和老朽，把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不能轻视。
在你动手之前，我会派人剪断电话线，安置干扰仪，把他们对外联络的线路全部切断。你带着这些人进去，守住所有能逃脱的道路，打孟家一个猝不及防，他们就都是你的人质了。这就叫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就算孟虎的朋友什么读书会，那些拿过孟家好处的达官显贵想救他们，还有那些西洋公使想施以援手，那也来不及了。你直截了当的让他们让出中国证，然后找个借口干掉他们。干掉他们，自然会有人替你顶罪。现在只有大力人能保护你，三心二意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陈先生，哎呀，九公啊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啊！我这来了大半天了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我。这话你也说错了。这2天呢，我被二姐指挥得团团转，又说替孟先生选衣服，外面花园又搭台。嘿，哎呀，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啊？啊，陈先生，怎么了？九公啊，哎，我不算是穷人吧？不算，家财万贯呢你。我闺女长得也不丑吧？不丑，天生丽质啊她。可我怎么总觉得这个小子那么不用心呢？啊，你说他每天晚上去那儿拆机器，拿我的远洋航队一船一船的往这个武汉运啊，他是娶媳妇呢，还是骗我钱呢？是吗？他每天晚上都去工厂？你不知道？我跟二姐有个约定，婚礼办完了，她到美国去休养，我回山东老家。九公，你为孟家干了一辈子，就这么说辞职就辞职了？年纪大了，应该知道进退，难道让人家轰吗？通知孟先生一声，航道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别过来！你这做父亲的，也不必忧心忡忡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，由得他们吧。九公，榔头带人来了。榔头？哦，九公，这我得避一避啊！哎，你就说我没来过。哎，你车趴在门口，他瞎了吗？你慌什么呀？坐下。哎，也是哈。嗨，哎，这当了一辈子的好汉，就让这么一个小瘪三儿给我下来。孟先生亲自来迎接，看来我的面子不小啊。我敬孟家的礼数，你现在是日本客人。
对。九公，您老好啊。好。陈先生，跑到孟府来了。石原先生到处找您找不着呢。九公，我跟榔头聊几句。好。哎，来。别让家里人出去了。哎。坐。我这次可带了不少人啊。看见了。里边有跟我混过的，也有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队。你教我一个办法。我教你办法。能搪塞的办法。我既不想杀了你，我也不愿意被别人杀。没有这些日本宪兵队，我现在连街都上不了。但是要是他们发现我这么跟你说话呢，我也完蛋了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只知道什么叫卖国贼，什么叫汉奸。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人人得而诛之？我教你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把枪掏出来吧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把话挑明了吧。军工厂的地契交出来，产权转让给日本人，你跟二姨出国待一段，剩下的我来收拾，保证伤不到你们就是了。你能收拾得了吗？我不是来跟你讨论的，我就是来通知你一声，园子被围住了，电话线切断了，电报房也控制了。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拾东西离开呢？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别说这种没用的话了，拖延时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总得给家人商量商量。我就不招呼你了，啊。前后门都封了，院子里现在都是他们的人。他带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？不知道，个个凶得很，长短枪都有。日本人。你说什么？日本军队怎么可能听榔头的嘛？当然不听榔头的，这是石原的命令。今天逼宫来了。我看这个石原也是猪油蒙心了。我们现在啊，都成了他的人质了。不会，毕竟这里是法租界，哪能容日本人胡来？那你倒试试，派个人送封信出去。没有电报了，没有电话了，修了这么大的房子，倒成了自己监狱了。孟先生，跟那小子谈得怎么样？
让我们全搬出去，把军械厂的地契交出来，还安排我跟你去国外玩一趟。如果真的答应他，那只要我们踏出孟府一步，恐怕都没有人给我们收尸。那就跟他耗。我看他真的敢动手还？难道这上海滩还真让他称王称霸了？你还笑呢？你都拿个主意呀！我这不是想听听你们什么意思吗？孟府在上海100多年，倒真养出一汉奸来。地契可以交出去，不过要谈判，这种城下之盟不行。没有别的主意了。那我就再跟他谈谈。老三别闹，我让你别。呀，打疼了吧？呀，打疼了吧？你干嘛叫老三？过去你舅舅才好干这个。回来喝喜酒的吧？可以说是吧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是。伤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就回来喝喜酒，没用的东西。这杯酒可不好喝。我知道你喜欢陈家的小姐，你可以带她走啊。去哪儿啊？我只能答应他婚礼的时候来喝杯酒。我和你一样，我们哪儿都去不了。娘，外边风大，你先进去吧，我跟舅舅聊会儿天儿。去吧。想通了，孟先生，你别在这儿装可怜行不行？形势已经很明显了，交出军工厂的地契，我喝你的喜酒，然后拍屁股走人。要不然呢，你今天非得死在这儿不可。我把话说得再清楚点，我带来的人有一半是日本宪兵队的人。就算我放过你，人家也不同意。杨涛，日本人在把你当枪使啊！是，我知道。不好吗？我本来就是一把好枪，是你们不要我。我10几岁给孟家杀人，做脏活长大，你们拿我当粪叉子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，你回答上我3个问题，
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说吧，你是不是真要把孟家逼到山穷水尽、家破人亡的地步？是。别着急回答，好好想想。我能做到的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孟先生，陈小姐你娶了，老大的地位坐稳了，上海滩有一半都归你了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孟先生，陈小姐你娶了，老大的地位坐稳了，上海滩有一半都归你了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日本人想夺走孟家的军工厂，就是怕孟家有能力造出自己的武器。我舍着命把军工厂保下来，不是为了自己。能不能放我一马？别拿大帽子来扣我。我只知道，人没地位，被人欺负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。你能保住一个军工厂，你能保住一个国家？骗小孩呢？再说了，我这么赤手空拳的回去，走不到虹口区我就被人杀死了。不行，你今天非给我不可。郎头，做汉奸辱没了祖宗，不可以这么做的。这样好不好？你只要肯放手，我可以送你和大姐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。等风声过了，你们再回来。啊？真的，我担保。陈小姐呢？你喜欢她，可以跟她当面说，她又不是个物件。我跟她说什么？说你喜欢她。谁把她当物件？我没把她当物件，是你把她当物件了。老天在上，谁说假话，雷劈死谁！你到底喜不喜欢她？还是喜欢他爹的钱，拿它来搞你的军工厂？到底是谁把她当物件了？我的命啊，你随时可以拿走。我最喜欢的人，让你给娶了。你让我活下去干什么？看着你越来越成功。孟文洛，孟先生，孟三公子，我已经很没有耐心了。你在跟你舅吵架吗？娘，外面风大，你进去吧。我跟我舅舅聊会儿天。我心口不舒服，你回来陪我吧。娘，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？您先进去吧。三遍都问完了吗？答案是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吧，郎头，我毕竟是你舅舅，别让我下不来台。帮我一个忙，时辰快到了，你去把陈小姐接过来，我去准备地契，婚礼上亲自给你。行吧。
替舅舅接亲，本来就是我应该干的。榔头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胸口疼不舒服。娘，我要去替舅舅接亲去，正经事儿。你去什么？你去了就别回来！你奴才坯子呀你！好了，娘，你不骂我不痛快还是怎么的？我就一会儿就回来，我回来我就接你出去。啊，哎，回来！娘，求求你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回来我就接你出去啊！回来！娘，你放心吧，回来就接你出去住，我会孝敬你一辈子。你怎么这样看着他？那我该怎么看着他？回来！回来！接陈药检。是。你下来。哎。这是什么呀？地契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么干，我怎么办呢？是我花钱帮你拆了机器运到武汉的，这日本人一查就知道啊。榔头的枪都指到我脑袋上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是不管你了啊！我找榔头谈去。整个屋子都被他围住了，能谈出结果吗？那我就把命交给他。你们把宝都压到我身上了，输赢自便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怕，我看我得到欧洲多2天了。孟先生，别难过。这种形势下，推车撞墙，一点余地都没有。我看看。二姐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。哎呀，二姐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不干什么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孟家还有个秘密通道，你们3个先走。你们在外面，榔头不能把我怎么样，快走。不，只有孟先生应该走，我留下陪你。那我呢？我跟二姐都在，你怕什么？你们孟家人可都是疯了，鸡蛋碰石头的事儿你们都敢干。都别走，都留下来，参加我的婚礼。
参加我跟你女儿的婚礼。来，告辞。别动，把枪放下！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抓了！陈小姐，我们奉陈先生和孟先生的命令来接你，请吧。爹啊，不是说就家里人吗？怎么还有别的客人啊？哎呀，孟先生反悔了，他觉得基督教徒的婚礼不能没有这些洋鬼子。哎呀，要说这孟家的面子可真够大的，10几个国家的公使可都来了。教皇要是在上海呀，他也能给拽来。好吧，你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们一点礼物都没准备。还好营里有些老酒，不是好酒，是个意思吧。我们就不用客套了。狼头带来的那些宪兵队的人怎么处理？做干净。明白。请。苏佩呀，漂亮死了！别说孟先生了，我呀都想把你娶回家了。二姐，你可真会说话。想想我做姑娘的时候，跟做梦一样。
一晃就过去了。文璐这孩子呀，外人不懂他，觉得他脾气古怪，他心地可好。小的时候，我带他出去玩，给他抓了一只麻雀，他养了一天。这麻雀哪是能养得住的东西？第二天啊，就在笼子撞死，就哭了一整天，还在花园里挖了个洞给埋起来了，拿了一把我的小梳子插在上面当墓碑呢。我跟大姐都笑她，说她是林黛玉。那她可真像个女孩儿。爹那时候呀，也说她太柔弱了，整天哭。如果我是个男的话，就是我当孟先生，就是我娶你。您要是当了孟先生，那他可比现在自由多了。当然是了，家有千百口，主事在一人。苏佩呀，文璐呢，她有时候脸上冷点儿，说话冷点儿，不要在意，也别尽让着她，凡事呀多商量商量。我懂。这套房子你看怎么样啊？很好看啊。我呢，占了家里最好的一套房子。这房子本来应该是文璐的，可是我身体不好，孩子要晒太阳，就先占。等你们婚礼以后，我想出去住几年，这套房子就给你跟文璐。我没什么东西好送你，衣服呀、首饰啊，我都留下。这床要不喜欢，找人打套新的。二姐，你是要走吗？其实啊，也就是想轻松2年，带着孩子出去见见世面。这个家呢，以后就是你跟文璐的了。二姐再回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客人了，你要好好待我呀。过来吧。二姐，来，我给你带上。二姐，我不舍得你走，在这儿就是你对我最好了。傻孩子，都要做新娘了，这一辈子啊才做一次，高高兴兴的啊。孟先生请了。看什么呢？往前看，别把我脚踩着。爹，就这些客人吗？你还要找谁啊？教皇在梵蒂冈呢，我不在上海。
și dăruiește-le lor multă sănătate și toate cele de folos. Această rugăciune acum va dărui tot cele de folos și numai bine. Tatăl nostru,我愿意。我愿意。陈姐，只有这些客人吗？嫌少啊，还是少来些逢场作戏的人。没有别的人了吗？你想问谁呀？狼同学，他说过要参加我的婚礼的。你爹在这儿，你还是不要问他好。我不管，他在哪儿？文诺，你不要骗我。上帝在天上，我求求你，咱俩别以谎言开始好吗？告诉我，老头在哪？你真想知道吗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你杀的？是。怎么能够杀了你的亲外甥？太可怕了！越远越好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。走！这么说，是你的主意了？我的主，那小子拿枪顶着你爹的头。我是指为什么一定要今天？
是今天他自己送上门来的。你们是怎么杀死他的？孟文路早就买通狼头的手下了，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杀他前，连问了他3遍，3次回答都一样，只能叫人下手。至于说为什么是今天，你自己知道。大概狼头觉得这个时候报复一下很开心吧。哦，孟先生，刚才是他太鲁莽了，我这正在劝他。我来看看苏佩。这都是一家人了，就别那么客气。她就是你媳妇儿。心情好些了吗？问你话呢，要懂规矩，要不然人家该骂你爹我了。这个时候不是耍大小姐脾气的时候，起来，起来！走开！你疯了！你干什么？孟文路，看你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喜欢这样的我吗？你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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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行，一般都没问题。好啊，来啊，开着我听过啊，开！那你就听过。孟先，苏佩，你疯了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你走啊！你走啊！带着你的钱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舅公啊，你真的吓我一跳！哎呀，我去！我今天喝多了，
你怎么不去喝呀？哎，我腰酸背痛，不舒服。哎，到年纪了，我到了你这个岁数啊，恐怕也是这样的。那很难说啊。上海这个天气太湿了，夏天炎热，冬天又冷。哎，我真想回去。你还把它粘好了呀？我怕把真的地契给撕了，补办就麻烦了嘛。想不到，这只是个请柬。我很难过。他可是老了吧？不是老了，是软弱了。是，都不动了。我不应该有这个主意，我不应该同意把军工厂交出去。可是没想到，孟先生还有背手。这不是个背手的问题，这是立场问题。犯了这样的错误，要是爹在，恐怕也不能留你了。以前啊，我们两个在你走的事情上还有些误会。二姐，现在没有了。那你自己去跟孟先生请辞，让他不要来跟我闹。你走了以后啊，我也就去美国了。孟先生成婚了，我们两个在边上都碍手碍脚的。是啊是啊，我还是回山东去吧，我喜欢山东啊，读书养画。那就好。走的时候啊，要拿家里什么东西请随便，应该的。可是如果让我知道你又回到上海了，或者跟上海的人有什么联系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。自当如此。我呀，真的是喝多了，我去躺会儿。啊，休息，休息，好好休息。我先出去了。你慢走，慢走。
孟先生，小高，我东西收拾好了，明天一早就走了。向您辞行的。小高，第七的事情不要在意。不在意，不在意。的确是我讲错了话，二姐说的对呀，在上海做人不能太软弱。我人老了，这心呐也软了。您还有什么叮嘱吗？我在花房的那些花草，我又啰嗦了。我有句话，我希望你记住：你在外国待太久，说话太直爽了。中国人说话是先讲面子，然后再讲里子。将来你还要跟世元他们周旋呢，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。我将来就没打算跟他们搞好关系。真是太老了，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思路了。现在大家尊你一声孟先生，已经是百炼成钢。放我回邹县。我跟孟先生一起出来的。老骨头葬在那里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不过你不要忘记了，把我的照片放在他脚下，好让我伺候他。九哥，我在松江给你准备了一套别墅，我希望你能在那儿安享晚年。我把你的兰花都给你搬过去。你为孟家孤单了一生，我想一直照顾你。这出戏唱完了，我真的很高兴可以回邹县了。这对老骨头能葬在家乡里，我已经是很高兴了。我谢谢你。
不要送我了，好吧？一上船我就喜欢睡觉，醒来就到山东了。哎，我要好好的睡一觉。九公，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你呀，走得比我更远，在异乡带孩子，保重身体啊。我会的，放心。孟先生，以后我不能再为你出力了。将来孟先生得子，万一我有这福气还活到那个时候，来山东看我，那当然。还有一件事要拜托孟先生。当年我花了一点钱，在孟林附近买了一块墓地，4、5亩吧。将来我死了以后，不留尸体，烧了，一半埋在墓地，分一半回来。地契我会交给你的，帮我找一个老实人租出去，不收他的租，照顾好墓地就好了。一切我都会打理好的。九公啊，你一生为了孟家没有留下子嗣，孟家的后代一定记得你的。谢谢。我跟孟先生刚来到这里，一片树林，这脚底下是一条河。那时候还没有孟府，没有租界。从那边望过去，还看得见苏州河呢。我们都是废话。孟先生，二姐，咱们再见。回吧，你们都回吧。你们不回，我不敢走。那再见了，九公。
榔头怎么回来了？梦见祖先把他带回来的。小姐，你在干嘛？他死了，我哭我埋，我没有影响到你们吧？你要把他埋在这儿？哦，他在这儿，我看着他，他不会乱跑的，就让他在这儿吧。不行，你不能把他埋在这儿。你让他在这儿吧，他会乖乖的，乖乖的，不会乱跑。我看着他啊。你不能把他埋在这儿。你不能把他埋在这儿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不能把他埋在这儿。你不要拦我！你不要拦！姐，你听我话，起来，来，起来。你就是小麦，起来，快！你就是小麦，我们再找个地方。快，你起来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看我这么多年为孟家卖命的份上，让他在这儿吧，让他在这儿陪我吧，求你了。我们重新给他选个地方，他不能埋在孟家，啊？爸爸，听我，听我，你走，你走！我重新找个地方，他不能埋在院子里，他不能埋在院子里，大姐！大姐！你走！你们走开！走！啊！要走啊？快洗手换衣服去。
谁手都不干净。你以为洗能洗干净吗？不洗就不洗，别碰我东西啊！碰脏了我跟你急。爹交代我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，这个家呢我就交给你了。以后啊，你找自己的军师。至于大姐跟榔头呢，爹其实很惭愧的。榔头走错道，是被他娘逼的。我欠大姐的呀，我自己还。等大姐心情好点儿，榔头的尸骨还是要移走的。一家人怎么能分开呢？你啊，待苏佩好一点。陈先生讲面子。活着的时候一家人打得不亦乐乎，死了在地下见面，就更热闹了。榔头的死是个机会。现在九公也走了，你赶紧把军工厂移到武汉去，保住家业。老二，你哪也不能去。康妮，你又偷了！我马上换包了，可不听顶啊！看什么呢？
哭完了吗？哭完了。你再哭会儿吧，要不你想起来就哭，吵得人不得安宁的。其实，他和陈小姐结婚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哭有什么用啊？就算把自己割碎了，也没有用啊。那你至少该告诉他，不要登报嘛。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儿，干嘛说别人？那个到站了，下车了。你醒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回家了。你现在就想赶我走是吗？女人是不能得罪的。昨天剪自己的头发，今天又说我赶你回家。我什么时候赶你回家了？这就是你的家。我不知道你对榔头有这番心意。
又怎么样？你就不杀他了吗？你希望我们俩谁死？这么难的问题，我回答不了你。我爹昨天把我骂了一顿。我爹说我还让医生给我开了几副药，让我今天见着吃。这些是你的药，你爹让你吃的。是的。你不能变成我大姐那样。你要是在这个家里住得不开心，我可以送你回家。只要你不毁这个婚约，你永远都是我孟文璐的妻子。你是孟太太。你进来，不客气。坐。做孟家的岳父很得意吧？啊？得意谈不上，还好吧。让多谢这么说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孟文璐买通了他的手下。为什么当他之后，当他死后才说啊？我又没长着天眼。孟文璐这个棋子儿埋的实在是太深。不过榔头也是报应啊，他这个人从背叛开始，也是从背叛结束，死得其所。哼，那钱先生很中奖喽。这个说不上，还好吧。你在花钱给他搞兵工厂，你在出资援助他对抗他日本政府，你完全违背了我们的约定。是啊，我没遵守，你也一样。你说不让别人插手孟家的事儿，为什么榔头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？孟家在上海100年之久，一个榔头带几个流氓就想吓唬住他，那是你见识太浅了。你现在一直在替孟家说话，我听说孟家在悄悄地转移他的军工厂，出资和提供船只的都是你。我在听。你知道，石原先生，我既是一个商人，也是中央政府派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官员。我们所有的约定，都是抑制反日势力，维持中日关系的平衡。现在这个平衡我维持不下去了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帮他搞什么军工厂转移。可第9集团军都为这件事出动了，孟家有通天的关系，只是不肯跟我说罢了。我要是再阻碍下去，那死的就不是榔头，是我。孟文璐那小子是条蛇，已经捂热了，实在太难对付了。中国人就是太狡猾，不管他把军工厂转移到哪儿，我还有坚强的一招没有用上。哦，是吗？是。
这一招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？告辞了。我不送。有些事情啊，终归是没有用的。其实我们比他们那些人自由多了。哎，你说你要真嫁过去，说不准好多人欺负你呢，对吧？我知道他，他知道我，足够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你在上海等他，难道就不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在一起啊？或许做过这样的梦吧，现在也只能做梦了。你什么时候去武汉啊？不知道，听安排吧。是吗？我看到他给你写的信了。我看你难受，就没跟你说。他想让我6月份就去。恭喜你啊！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我不去。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呀？我放心不下你。我就交交房租，买烟，或许还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吧。晚上坐电车回来，饿了就给自己弄点吃的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要走，是因为他不在这个城市了；我不走，是因为他还在。以前我逃婚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，现在我懂了，因为我要守着他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应该找一个人稳定下来。喜欢一个人，就好像把自己点着了一样，烧成灰了，凉了。为什么要骗自己呢？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如果我回去了又怎么样呢？那条路我不想走，这条路我看不到头。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宁愿留在这里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个，我们俩打牌吧。老大，进屋吧，齐露睡了。我在跟榔头说话呢。榔头说：“让你滚。”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别假惺惺了。
有时候我就纳闷儿，为什么爹啊、你啊、老三啊，说起话来那么好听，那么伪善，没道理的也让你们说的振振有词，丧尽天良的事让你们都做绝了，我怎么就学不会呢？老二，你赢了。我看着你把老三从一个单纯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凶手，我看着你急走9宫，大权独揽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要带龙娜去美国了，我想带你一起走。我跟龙娜会照顾你的。这个家你不要了？不要了，都过去了。你说什么？都过去了？是我的儿子死了。要说过去也是我说，不是你说。你倒好，你说的多轻松，一句话就过去了。我要是答应了你，脑袋也会气得就能爬出来。我只恨我自己不能杀了你。希望下一辈子不要再见到你。龙娜在这等会儿妈妈啊，给你进去取漂亮衣服，等着穿。哎，太太你来了，上次你定做的衣服已经做好了，太太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漂亮吗？做噩梦了吧？二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胃疼，胃疼。大哥，快看，怎么了？
can give her to use that. It's only to have a rest. Everything is due to the convulsion and from the shock. So don't worry.怎么样？给二奶奶开车的司机叫陈三。还有呢？一发生爆炸，陈三就到码头上坐船逃走了。他搭的是小火轮，我们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按照地址，我们到安徽找他的家人。他的家人在半年前就迁走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。半年以前，看来这个谋划早就开始了。是，就查到这么多。继续查。把他给我挖出来，去吧。孟先生，军工厂基本上已经搬得差不多了，还好没有碰到太大的阻碍。现在政府受到的军事压力很大，还有分布各地的军械厂都转移到武汉，变成中央军械厂。太好了。张将军再三强调，现在上海的局势真是一触即发，留不得。黄浦江上又来了3艘日本战舰，驻上海日军的装备已经全部换成野战钢盔和新式武器。日本人的政治从来都是以下克上，他们想在上海登陆的意图非常明显。第9集团军的兄弟们斗志很高，但是依我看来，守住上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的。为了您的安全，您得早日离开。谢谢。我还是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再做决定吧。二爷，有些日子咱没去听戏了啊。我特想听那个盖叫天的狮子楼。想啊。孟小冬的《捉放草》也不错啊。嗯。哎，怎么没有呢？
好啊，你买票。我呀，有几天晚上没睡着了。怎么睡不着呢？我在这间屋里睡不着。咱俩换个屋，我睡你这屋，你去睡我屋，啊？换个环境可能就会睡着了。我呀，还是想出去散散心。你呀，把那票帮我签了。我在大海上晃啊晃啊晃啊，睡个好觉。二姐，家里还有件事情需要人手，再等等。张彪到，徐毅到，李欣到，赵德胜到。我会记着你们的。张之忠将军要求你们天黑之前集体转移，坐小火轮到武汉，那里正在筹建中央军械厂，它合并了孟家在上海的军械厂、原中央军械厂、东北军械厂，还有汉阳军械厂。到了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了。报告，孟先生，你不去武汉给我们上课了吗？请坐。你们先走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安排。今天是最后一堂课。我想说的是，国家现在这个样子，是我们祖上积的德，造的孽。国家将来是什么样子，全看我们积什么德，造什么孽。请大家记住。我等你消息。你自己好好的。回去吧。
王先生，请坐。你这算什么？绑架我？这次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可是来真的。孟先生，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。没觉得你跟我开玩笑。我们对孟先生把中共长转移到武汉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遗憾。这么做公然的对大日本帝国表示不尊重。你想让我们怎么尊重你？啊？你们扛着枪，开着军舰来到我们这儿，占我们土地，我们怎么尊重你？你想让我把军工厂留下来造武器打自己中国人，我怎么面对我祖宗？你给我想个办法。那如果我把上海送给孟先生，上海是你们的吗？请问，日本军队对领土没有图谋，我们和中国的军队冲突，最终会停下来，势必下令一个双方都不驻军的中立区，尤其是上海有那么多子弟，以孟先生的威望和家族做一个上海市市长，绰绰有余的。刚才孟先生说到祖宗，孟先生做了官，不就可以对得起祖宗了吗？别跟我说祖宗的事儿。中国未来什么样子，全看我们积什么德，造什么孽。还做你们日本官？别，我可不想下那个18层地狱。孟先生，你让我很尴尬。你杀了我的人，你把中共长在我眼皮底下转移了。现在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的书记就到了。之所以今天还让你活下来，我们有更深的考虑。我们可以把军队用到上海，一样可以把工人和军械厂用过来，这个不足为虑。值得忧虑的是，像孟先生这种精通军械的人才，绝不能为国民政府所用。这是海军部的命令，要么留在上海，要么我只能杀了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24小时监视你，再有任何轻举妄动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宋孟先生，回去。嗨，辛苦了。穆少爷，这些都是我的日本朋友，以后我出门，你们就可以歇着了。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从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夕故园心。寒意处处催刀尺，白帝城高极目。九公好兴致啊！
呦，老天爷，二姐，您来了！哎呀，来做客，不欢迎吗？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！三儿，你过来，到村口啊，给我买2两那个香片，要最好的啊！哎，告诉老孙啊，我家来贵客了。以前没见你养过鸟。那鸟不是我的，冯司官怕我寂寞，送了几个过来。刚才那个三儿啊，是孟家的一个旁支，跑跑腿，买东西的。你没吃饭吧，二姐？没呢。让我弄点东西试试我的手艺，好吗？哎，请。谁的行李？二奶奶没回来，美华航运的公司派人把行李送了回来，说二奶奶在青岛下船了。送上去。是。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个手艺。西餐中餐没有一样我拿不起来的。小时候我是学厨子的，要不是孟先生把我带到上海去啊，那饭馆长大勺的肯定是我。哎，你看，全都是我自己种的。九童啊，哎，我也给你露一手吧。真的？对呀。好，你来。二姐，这2天我读书，有2句话对我来说很有意思。若无一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这呀，就是我现在生活的状况。哎，你今天来啊，我太高兴了。哎，二姐，这么热，你还戴着帽子？现在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戴帽子了？快，尝一口吧，好久都没有吃西红柿炒鸡蛋了吧？
料子不怎么样，可是味道还蛮好的吧？我没见过你做菜啊，这味道真的不错啊。我在船上现学的，夜里憋闷得慌，就在厨房混着。我以为你要到美国去呢。船到了青岛，我就梦游一样下来了，行李也没拿，就觉得心脏好像没有血了，干得要死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你应该好好的回去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去。病倒在异乡很难熬的呀。经过那么多件事情，何必自苦呢你？卢娜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好像是做了一场梦。我能怎么办？狼都死了，卢娜也死了，我跟大姐的命其实是一样的。凭什么人家的孩子能死，我的就不能死？现在老三正是做大事的关口，要是再拿龙娜的事情去干扰他，我怕他会迷失，所以索性逃出来。孟家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积德了。你不是一样一辈子没娶，都是为了孟家。鞍前马后，孟家是记得的。龙娜一死，老三就跟我说，要不要把九公请回来？我说不必了，因为我知道你没有走。你在和平饭店11层楼，你在等着龙娜跟我死了以后，老三把你接回去。可惜孩子把我给救了。龙娜她想要一件白纱的裙子，好像天堂里天使穿的那样。要死了就一了百了。老天爷没让我死，所以我想问问，为什么？二姐你不缺钱，多少孟家都给你。你也不缺权利，老三不能做的主你都做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自己来的，你不放心我手无寸铁，不像你，屁股底下还坐着把枪。不觉得硌得慌？我不能不小心一点。年纪大了，胆子小了。你是不是想问一问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我看着你正在毁了孟家，我非出来阻挡一下不可了。孟老先生最后5年病倒了，是因为日本人硬要他的军工厂，他躲不过去，只有装病先死。我呢，
这么多年替孟家开了70多家分号的烟馆、赌场，我和日本人和其他各种势力去周旋，要不是我，孟家早就完了。这一点你同意吗？同意。我一辈子没娶，跟着孟先生东征西战，去打天下。孟家每一块砖，每一块瓦，都有我的心血。你看老三做了什么？他宁可看见自己家完蛋了，他还要做他的爱国梦。你明明知道他是错的，你还在旁边喊好。那是爹的意思。孟老先生那时候说话也错了，所以我让他病倒。我在他的食物里放一点硝，每天吃一点，没什么。连吃5年，就有什么了。难怪他头发都掉了，嘴唇都发黑了。小皇帝被废了，民国了。第一代孟家效忠的是张之洞，那老人家的骨头也朽了。但是我们还做着那个实业救国的梦，有用吗？国跟国只有强弱，没有对错。兔子再大也比不过狼嘛。抱着这个理想有用吗？我们当初来上海立足的时候，不是爱国，是跟各个势力的周旋，是靠心狠手辣。你知道大姐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吗？孟先生一枪把他打死，吞了他的家族。你的丈夫怎么死的？替孟家跟人火拼，乱枪把他的头打爆了，连个全尸都收不回来。孟先生不让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孟先生在荣华寺附近买那么大一块墓地吗？因为他杀人太多了，冤魂缠着。他要想内心平息，得先问问别人。他想要爱国，他得先问问我，得先问问其他替他战死的兄弟们。现在孟家了不起了，我呢，糟老头子，躲在山东念诗。你逼得我没有办法，乱世浮生，为了生存还要去挣扎，非死抱着一个军工厂。为什么呢？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不好吗？在上海做一方诸侯不好吗？为了那么一个口号，搭进那么多人的性命，搭进那么多代人的心血，值得吗？狼头反派是你的手艺，狼头让日本人庇护也是你的手艺。狼头突然控制了孟家，我很惊讶。知道狼头没有这个脑子，那也是你的主意吧？
你这样说也算是合理的。一切都很顺利吗？可我想不到啊，老三会那么快的学到买通狼头的人，把狼头干掉。那干掉就干掉了吗？不成事的东西。可是那天呢，我差一点就赢了。就差这一点点。要是老三没有布下那步棋，你就真赢了。我赢了不好吗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做生意。然后你就想报复我？你没死，只怪老天爷责怪我，我只能回来念书。你跟我两个人都没赢。你错了，我赢了，因为老三赢了。老三已经把军工厂移到了武汉，已经把我们孟家的根基扎在武汉。孟家的根基不是军工厂，是人，是你们家的老三，是孟家唯一的传人。你要把老三怎么样？他既然要毁掉孟家，那我只能毁掉他。我用尽10元的力量，把他扣留在上海，他出不去。孟家的根基也不过是一句空话。还有一个秘密我要告诉你，孟家的密道，日本人守住了。他要想再来一次脱身之计，没有机会了。你别试了，我在菜里下了药，动的越多呀，就死得越早。你也吃了？对呀，你那么小心，我不吃你会吃吗？别费心思了，你今天出不了这门了，这辈子啊，过到头了。小四儿，小四儿，别叫他了，我刚才给了他钱，他走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二姐，我不能死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让我怎么都行。我要让你去跟爹解释，告诉他你多爱孟家。混账！我得纠正你，不是你成就了孟家，是孟家成就了你。二姐，你不能这样。
我不能死，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。不必了，将来的事情就让将来的人去做。我们好好在这睡一觉。我睡醒了姐。二姐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我可以忠心耿耿。你和我一块儿走吧。我去干嘛呀？也去照顾毛球啊？来。那你会来武汉看我吗？会的，放心吧。到时候啊，你还要给我生个小毛球呢。你胡说吧你！照顾好自己啊！我要向你坦白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还偷了你个戒指，就是你找来找去找不着的那个香珊瑚的。那我那个镯子呢？就是镶红宝石的那个。那个早就偷了。你知道的，我手气不好。你呀，太可恨了。等我以后赚了钱还你。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待会儿别人看见啊，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，可别再赌了啊！走吧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。我们是好姐妹。你自己好好的啊，我一定会去看你。哟，孟先生来了，请。喝茶。谢谢，你忙你的。老虎现在在武汉军工厂。那是孟先生照顾。上海现在很乱，好多人都离开了这个城市。 难怪没有人打麻将了。
老五走的时候说很对不起你，让我帮帮你。老虎也是多事，我不就是陪客人打打牌，谈谈生意吗？说的我跟在火坑里一样。哼！你看你有什么打算？想去哪儿，我来做安排，或者直接去武汉找老虎。做我们交际这一行，靠的就是人头熟、地面熟。我又不是长山淑玉的阿姑，人生地不熟是做不了生意的。宝珠，交际花是不能做一辈子的，还是要早做打算。我喜欢这个城市，喜欢每天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喜欢天亮的时候睡着，喜欢和阔佬们谈谈生意、打打麻将，听他们聊一下上海滩发生的事情。我可舍不得走。要打仗啊？是要死人的，已经开始死人了。要打多久？我不知道。10天，15天，1个月顶多了吧？如果哪天炮弹声把我吵醒了，我就站在这里看一眼。仗嘛，总是要打完的，只不过是换了一波有钱人而已。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就别白费心思了，孟先生。他没告诉过你要把百乐门那小姑娘带走吗？男人就是这样，自己的命都不保，还跳出来当英雄，可笑。哼。好吧。有事联系我。孟先生，今天晚上我有2个客人过来，我们凑一桌麻将。孟先生，孟先生。孟先生，奉司官派我们过来送还孟家二姐和九公的骨灰。谁的？孟家二姐和九公的。奉司官让我跟您说，九公虽然走了错路，令他在孟家效劳了一辈子，临危若不入祠堂，还请孟先生自己斟酌。孟家二姐，奉司官佩服她是个巾帼好姐，留了一半骨灰埋在孟里，还有一半让我们带回来。找地儿放吧，碰得怪沉的。孟先生，我们先走了。
大姐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今天老二回家，我要在这儿陪他。老二不吭一声就走了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跟他说那些难听的话。二姐也说，她最对不起的人是你。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知道他死的时候，就像醒了一样，觉得这么多年，就像做了一个梦。仔细想想，我不是恨天，我是恨他。他比我漂亮，比我得爹的宠，比我聪明。我生气，我生气，为什么自己就总是比不过他？现在我知道了，他心里只有这个家，他没有他自己。就这一点上，我永远也比不过他。想想自己以前对他做的事，真的是太不应该了。二姐，你听到大姐的话了吧？你应该开心。我对不起你，老二。大姐，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老三，你帮我做件事。你说。你带着孟家的人去武汉，不愿意跟着我们的，就给他1年的工钱。那你呢？我会照顾自己。你先去，在武汉等我。好的，我去武汉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，唯有此心，耿耿相随。
苏佩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。早来了吧？没有，刚来一会儿。好冷清啊！在打仗嘛，大家都逃难呢。你爹呢？上海最近抢车的人很多，他把司机把他的车开走了，所以他在外面等着我呢。车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哼。有什么打算？我和我爹打算去南京。我爹在南京谋了一份职位，你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每天身后好几个日本人跟着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。也是，你总是很有办法的。外面已经屠城了，你在上海要多注意安全。你们赶紧走吧。这米是谁的？东北是谁的？我们的。上海是谁的？我们的。小日本打进来，身为军人应该怎么办？奋斗，奋斗，奋斗！开饭。孟先生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再不走来不及了。我来看看兄弟们。现在是张将军亲自指挥，我们一共9个团，一天打光1个。再过2天我也要上战场了，后边怎么打谁也不知道。您快走吧。这是做什么，孟先生？给兄弟们的。让大家伙吃饱了。我替兄弟们谢谢孟先生了。跟着我们丘巴一起吃一顿。不了，吃过了。曲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在武汉吗？你不是在武汉军械厂吗？应该，啊，孟先生，谢团长，他应该在武汉军械厂啊。孟先生，我是宛平人，我父母被日本人炸死了，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去。谢团长，曲艺，到，归队。是。他应该在武汉军械厂的，他不该在这的。其他的学员都已经送到武汉去了。曲艺写了血书。我不得不留他，孟先生莫怪。应该在武汉军械厂。
老师傅，老师傅，买几个水果啊？孟先生，石原先生请你去英国俱乐部吃饭，请。孟先生，请坐。啊，谢谢。路边买的，是吗？听说你这些天很忙啊，孟先生。家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理。我听说孟家二姐的事情，向你表示哀悼。谢谢。我二姐了不起啊！老家的人要把她埋到梦里。您是纪念菜。要知道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。他们把他当男人了，这个不要太酸。真是搞不明白你们中国人的祖先崇拜，好像跟那边很像，又好像不一样。老祖宗规矩多，像我们孟家的老祖宗说了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我二姐是大丈夫，我为她感到高兴。不管怎么说，敬那些死去的人。我这次是为日本海军部认识邀请你。日本海军部准备占领上海之后，成立一个军工机械生产基地，想聘请你这样的人才做研发顾问。年金，请孟先生随意改。我们不关价，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要求？只要我能办到，都好说。我想大日本帝国海军办不到的事情，恐怕也很少。看来我是没有什么选择了。看起来是这样。这菜上的有点慢。那我就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哦，这故事我是从张学良那听来的。说这918那天晚上，在沈阳北大营驻守一个营的东北军人，那天晚上都在睡梦当中，突然被关东军的炸弹是拍得抬不起头来。军营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因为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，是打是和谁都不知道，赶
赶紧叫这个电话兵去挂电话，请示一下。可这个时候呢，关东军的炮弹像下雨一样炸下来，炸的是东北兵人仰马翻。这个电话兵啊，着急，响了半天没人接啊，眼看着一个个兄弟们都被炸死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这时候电话响了。哦，喂，我这是东北参议处。哦，你这是哪儿啊？我这是沈阳北大营啊，就是请示张少帅，打还是不打？张少帅正在听煤老板的宇宙风，等听完了再说。这个电话兵急得是满头大汗。得嘞，等你听完戏，这弟兄们都给炸死了。这个时候，拿起2个手榴弹，准备冲出去。一看，这日本兵已经冲进院子里来了。他才想，是拼了还是跑？正犹豫呢，哎，电话又响。喂！妈了个巴子的，你这是哪儿啊？我这是沈阳北大营，是谁呀？妈了个巴子，我是张大帅。啊？你是张大帅？你不是在柳条湖被炸死了吗？妈了个巴子！你这到底是不是沈阳北大营啊？我这是啊！放屁！刚才我这来了300多个死鬼兄弟，说沈阳北大营被炸平了，一个都不剩。你要是骗我，老子拧下你脑袋！这个电话兵愣住，再一看，周围全是日本兵。端着枪冲着他，哦，但是他还是把这电话打来了。报告张大帅，我是电话兵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。妈了个巴子，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报告张大帅，我是中国人。那你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？愣住。放下电话啊，想了一会儿，想明白了，拿起枪，冲着他最近的那个日本兵。开了3枪。苏培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走了，你自己去南京吧。你胡说！喂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跟你去南京了，你自己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再也不要弹什么狗屁钢琴了，我也不要再去取悦任何一个人，我要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。上海在打仗，你疯了！打仗了，回来！苏培，回来！孟文璐，孟文璐。
替你受伤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傻孩子，真是傻孩子你。咱们有个仪式吧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你有我。我爱你，你是我老婆。
姐姐。日本人不会进攻的是吗？小姐，上海已经没了，大家都在逃难，你没看见吗？以后没人跟你一起打牌了，你赶快逃吧。先生，先生。
碧兰，张碧兰，张碧兰，张碧兰。 张碧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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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的船票还在吗？船票还在。